最近我发现之前的一些 VR 游戏突然有了中文语言，我就意识到这游戏大概率上架 Pico 商店了，所以特意回头翻了一下 Pico 今年引进上架的新游戏列表，题材品类还是蛮多样的，有些游戏作品有着不俗的品质，但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和低估，所以接下来我就废话少说，向大家推荐几款在 Pico 市场值得一玩的 VR 新游。第一款必须是我最爱玩的 Blacktop Hoops， 这是海外公认的最佳 VR 篮球游戏，无论是画风还是玩法都可以看作是街头篮球的 VR 版。如果你在这之前怀疑过如何在 VR 游戏里展现打篮球的沉浸感，那么当你上手 Blacktop Hoops 之后，就会完全打消这个疑虑。用 VR 手柄拍球时的贴肤感会弥补你对于虚空运球的不适，甚至你可以实行变向胯下和背后运球。第一视角下可以让你感受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高难度扣篮动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游戏的所有扣篮动作都是经过美国街头扣篮名将白乔丹的实时动捕的。要知道，在 VR 游戏领域用上动作捕捉技术的可是寥寥无几。另外，别看它是卡通的图形风格，它的游戏容量却是有 3.3GB， 游戏本体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除了单人生涯剧情模式和匹配的排名赛，同时还支持邀请朋友一起玩1对1、2对2、3对3、4对4的多人模式，以及3分大赛的休闲玩法。但是 Pico 目前这个版本的多人模式还没有完全正式上线，大家可以关注，耐心等待后续的更新。不过你依然可以跟 AI 对战来玩，甚至是跟 AI 一起玩2对2这样的队伍对抗。这个游戏里的 AI 调教相当的精明，所以即便在单人模式下也是体验感拉满的。第二款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Genotype， 这是一款结合了类银河战士与恶魔城风格和 FPS 元素的冒险游戏，也是一款绝对被低估的 VR 独立游戏佳作，有着非常出色的图形画质表现和独特的游戏世界观设定。在 Genotype 里，游戏的地图探索是开放的， VR 玩家作为幸存者将探索充满变异生物的南极废弃实验室，玩家需要走遍地图的每一个房间，收集线索和资料，才能完整的通过一系列的进门谜题。游戏的精心设计还体现在射击方面，你见过一款不需要枪的 VR 射击游戏吗？那么 Genotype 就是答案。VR 玩家手里的不再是枪，而是一款可以直接打印变异生物体的高科技手套，而这些变异生物体就成了你的武器。有一些剧情表现非常有好莱坞电影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极具代入感的出色配音，不仅仅是为了在游戏过程中给 VR 玩家提供过关流程引导，同时还将叙事与周遭的游戏环境联系起来。虽然说 Genotype 算不上 VR 恐怖游戏，但孤独求生的惊悚感还是很到位的。第三款要推荐的是吸血鬼假面舞回正义，这是主打潜行玩法，沉浸式扮演吸血鬼的新游。每位 VR 玩家除了能第一视角感受吃老鼠和吸吮脖子上鲜血的快感外，同时还需要通过以暴制暴的手段来对罪犯进行审判。简单说，这就不是传统的动作刺客，而是代表超自然刺客的吸血鬼，从威尼斯的街头一个地点潜行到另一个地点，一个接一个的干掉必经之路上的敌人。如果中间潜行过程有失误，失血过多，你就不得不冒险近距离的跟敌人借血。游戏中还有棵升级技能树，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能力升级路线，这种升级机制也会激励你在游戏关卡里去寻找隐藏的收藏品，或者完成一些可选的任务目标。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虽然是潜行玩法，但实际上这款游戏是比较线性的，暗杀的路线都是被提前规划好的，不要错误认为这是那种非常开放性的关卡地图。第四款是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 VR 恐怖游戏《天堂酒店》，海外评价这是近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VR 新游。作为主人公的 VR 玩家需要挑战如何在这个丧尸怪物遍地的酒店里活下来，有着非常出色的恐怖氛围，相当适合胆大的朋友。玩家开局呢只有一把小手枪，后期虽然会捡到霰弹枪之类的大火力武器，但总体上在这款游戏里武器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正所谓恐惧的本质来源是因为火力不足，所以我更建议大家在简单和普通模式下游玩。在这两个模式下，你在漫游搜寻的过程中补给品永远都是够的，但困难模式下不仅丧尸的速度会加快，你的后备资源也会被系统限制。不得不提醒大家的是，这款游戏的 jump scare 式的突脸吓人比例确实蛮高的，而且你基本上都是要依靠手电筒来获得光亮。在这个基础上，不仅包括生理恐惧，当然也包括心理恐惧。酒店里满是腐烂的尸体，耳边时常传来莫名的吱吱声和呻吟声，这种内心干扰何时会冒出什么鬼东西的未知悬念感会始终吊着你，不断收束着你的心跳，所以想玩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第五款是 VR 即时战略对战游戏 Expansion， 你可以说它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皇室战争 VR 版，这是在整个 VR 游戏领域都比较少见的游戏题材。
游戏设定在一个被全新殖民的外太空天体之上 ，VR 玩家可以控制3个不同派别中的太空军阀部队，跟其他玩家对战，争夺资源的控制权。游戏拥有单人 PVE 模式和多张地图上的多人 PVP 竞技模式。每张地图你都可以任意改变大小，如果你把它缩得足够小，就好像是在玩桌游；如果你放得很大，就好像是在操作一个大型的沙盘战争。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作战特征，比如施掠船员是喜爱远程作战的老练雇佣兵，矿工呢是全能的拓荒者，既有专业的采矿知识，也有久经考验的作战技能。反正大致的玩法就是需要 VR 玩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调度能力，指挥外星科技军队，操控精英部队单位，争夺占领对方的基地，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非常适合那些有运动症的 VR 新手小白来游玩。那总之这期视频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游戏，刚好代表着各自完全不同 VR 游戏题材和定位。通常来说，同一款游戏在 Pico 商店的售价会比其他平台低很多，所以各位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挑选游戏，找到适合自己的好游戏。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点的 VR 成熟，想陪着 VR 成熟的VR 交流圈。如果你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